准备。蒙古人要攻打要塞了，快挡住他们！ 活捉他！郑德面，你从另一边上去，不要让他溜了。快走，走！禀报成吉思汗，我们已经占领了整座城。那个罪魁祸首在哪儿？已经抓到了。好，办得好！告诉朱赤和察合台，把那个该死的贪财鬼给我押来，我要亲自处置他。是。务必来。伤亡了多少人？5000人。 将成吉思汗的文书射入城内，让他们投降。成吉思汗会保护他们的。是，就。城堡高大，听说守城的那位统帅是屡立战功的名将，估计会有一场恶战。大汗命令我们，2个月后与大军会师于他们的新都城下。这块骨头再不好啃，也要把它拿下来。 尊敬的将军，将军，打！
又有一座城丢掉了。你们说我们的常胜军为什么却变成了常败军？我们的城市都被人家各个击破了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们分兵把关的战略是不对的，我们应该集中兵力与蒙古人决战。决战？如果决战失败了呢？谁敢保证决战不失败？父亲，别说了。现在我们要做的事，除了向上天祈祷之外，就是要修好自己的篱笆，不要让成吉思汗趁我们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打进我们的新都。好了，去看看防务工事怎么样吧。国王陛下，起来吧。国王陛下，论幅员，这座新都是诸郡中最大的；论土地，它又是诸郡中最肥沃的。它是人间最美的天堂。有一首古诗说：“若说人间有座乐园，那乐园便是我们的新都。若是把它与天堂相比，苦和甜能够彼此一般。”可惜呀，这座乐园将变成战场了。但愿这人间的天堂不要化为地狱，我就能坦然地去见我的先人们了。不会的，国王陛下，城里兵多粮足，一定会战胜蒙古人的。父亲，现在采纳我的意见还不算太晚。你又来了，你能不能让我安宁一会儿？蒙古人给我带来的烦恼已经够多的了。父亲，我们应该尽快把兵力集中到大和天堑一线，以逸待劳，再动员全城的百姓与成吉思汗决战。又是决战！成吉思汗最希望的就是要我们离开城池，同他进行野战，以便发挥他蒙古骑兵的长处。至于动员百姓，那更是无稽之谈。我们刚刚强制地收缴了他们3年的赋税，已经闹得是民怨沸腾。他们还会帮助我们吗？不，成吉思汗到来一定要屠杀无辜的百姓，践踏我们的家园，他们才会激起民怨沸腾。只要父亲您亲自率军决战，我们还会重振英勇无敌的雄风。我认为王子说的很对，我们的军队毕竟是无坚不摧的常胜大军。可是现在上天不再庇护我们了，在厄运没有离开之前，还是分兵把关，慢慢的消耗敌人吧。消耗敌人？成吉思汗的军队已经从入境时的20万增加到30万了。挑起战争的罪魁祸首已经完了，现在该轮到杀我使者，截击我讨伐西辽军队的那个国王了。听着，把前面这座城池给我牢牢地围起来，一只老鼠也不要放出去。我们总算是撤退的及时，否则我们被成吉思汗包围在城里就完了。我的灵魂就会像清风一样，直接从那里飘入了天堂。是啊，可我的灵魂没有和留在城中的几十万居民一起升入天堂。也许今后走到哪里也不会得到安宁了。听我说，将军，你不要难过嘛。等我们突围出来以后，我领你们寻找一个更有利的地形与战机。总有一天我们还会回来的。走。请听我说，英勇无敌的将士们，是我的家族把你们拖入了战火，却又在死亡威胁你们的时候，我跑开了，逃走了。我辱没了这战舰，辱没了我们光荣的军神，辱没了我们勇敢伟大的祖先和美丽富庶的国都。尊敬的王子，已经不可挽回了。
一个国王就这样在庆幸免于同他子臣一起赴难的心情下，抛弃了他的人民。而抛弃人民的君主，有哪一个不被历史所抛弃呢？我原以为蒙古人不过是个只会盘马弯弓的牧民和猎人而已，又因为母亲的缘故偏袒了他的侄儿，才激怒了成吉思汗这条蛮牛。没想到因为我们的轻敌，给我们带来了海啸般的灾难。你们之中有身经百战的勇士，还有德高望重的元老和重臣，你们都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帮助我摆脱目前的困境？请把你们的智慧和思考都告诉我吧。河中地区已无法挽救了，尽管我们不愿意发生这样的情况，可它已成为事实了。我们下一步应当防守所处的这个地区，把各处的人马集中起来，征集更多的人入伍，共同据守大河天堑一线，不能让成吉思汗的战马再继续向前方推进了。打不赢怎么办？我们能逃出蒙古人的追击吗？我们不是没有打胜仗的力量，而是缺乏打胜仗的勇气，还缺少成吉思汗的神奇的战略和变化多端的战术。而我们这些将领，很难在彻底战败之前学会的。所以我说，不能在这里决战，要退。往哪儿退？往南。这里已经是南部。不，再往南，离开这条给我们带来许多不幸的河流，离开蒙古人远远的。你的见解不错，进可以攻，退可以守，有道理。南部邻邦邀请国王陛下到他们那里去，他可以召集军队保护国王。哎，这倒是一条退路。我们到底有没有进攻的路？我们伟大的英勇无敌的常胜军已经变成常败军了吗？我说我的儿子，你不要在这里逞匹夫之勇。不，我认为将军刚才说的对，我们正是缺少战胜敌人的勇气。如果父亲要退，就请把军队交给我，让我和成吉思汗决一死战。国王陛下，我们向城中的百姓们收了后3年的赋税，不是为了危险来临的时候丢下他们，自己跑得更快，而是应该保护他们。这样我们才不会失去造物主的恩宠和百姓们的拥戴呀，父亲。王子殿下真的是在忧国忧民吗？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很简单，他一旦兵权在手，就可以拥兵自重，废掉王储，也许还会取而代之，一跃成为新的国王。我要割下你只会攻击和散布流言的舌头！都给我住手！放下武器！国王陛下！国王陛下，蒙古人来了！啊，走，快走！这个国王看起来还挺好客的，做好了饭他就走了。我看天快黑了，小心中了他们的埋伏啊！好，那咱们先吃饭，吃饱了肚子，然后再去追那个饿着肚子的国王吧。下马，吃饭！下马！下马！下马！国相，你说我们现在去哪儿？国王陛下，趁着黑夜的掩护，我们向南撤，撤得越远越好啊！只好如此了。但愿明天太阳升起的时候，我能听到一个好消息。走，走！由于国王可耻的逃遁，成吉思汗只用8天的时间
就攻克了他们的新都。都给我滚出去！太后，慢！国难当头，你们这些妖女还在麻痹国王的斗志，都给我拉出去砍了！太后，太后，国破家亡，生死莫测啊！你还有心思花天酒地？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无用的儿子？我是无用。对，你说的对，我是花天酒地了。可您让我干了些什么？上天抛弃了我，我还能干些什么？这边和素不台那两个凶神恶煞般的蒙古人，像索命的恶魔一样对我穷追不舍，我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了。你还能让我怎么办？你的马刀难道是木头做的吗？你为什么不去抵抗？抵抗，我抵抗过，可我的军队遇到蒙古人便一触即溃。上天哪！自从我被迫逃离王宫的这些日子，我几乎每天都在逃命到每一个地方，没超过3天，这边苏不台就追来了。我的国相们呢？我的皇亲朱韩呢？他们差点要了我的命啊！什么？你强加给我的那些国相和皇亲朱韩们，他们不帮助我打退蒙古人，反倒设计谋害我。今天我侥幸不死，可谁知道哪一天会死的？怎么会是这样？不会这样吧？就是这样，已经这样了，我们已经完了，就要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。太后，您就和我一起痛痛快快地享受一下为数不多的最后时光吧。我英勇的将军，太后，我们这些妇人老小离开了宫殿，逃到了这里，是为了躲避成吉思汗的攻击，可不是为了做这边素不台的刀下之鬼。国王陛下已有了安排。我不管，我不要听这个无能的儿子有什么安排。我现在要你的主意。与这里相距不远的山里有座古城堡，那里易守难攻，我已经准备了一支军队护送，并负责保卫太后和王后、王子们的安全。可国王陛下，别管他，我都懒得多看他一眼，马上送我回去。你都听到了吧？他骂我无能，我是无能，我是没有什么用了。可我还记得，这次给我们大家带来毁灭性战争的，正是他的娘家侄子，那个该死的罪魁祸首贪财鬼。依我的意思，把这个图财害命窃贼和他抢劫的东西送给成吉思汗，就不会有这场战争了。他听吧。他收了他侄子的一箱珠宝，就把窃贼说成是英雄，把商人说成是间谍。现在蒙古人打来了，国家行将灭亡了。可是他依靠的那些皇亲朱韩，见了蒙古人只会夹着尾巴逃走，一个个的城池都落入了成吉思汗之手。在这无力回天的时候，让我怎么办？正当这位国王束手无策、坐以待毙的时候，成吉思汗的2员大将哲别和速不台的2万大军正向他逼近。如果说城里的百姓加固了城墙，决胜了堑壕之后，却发现我们已经逃跑了，他们会怎样表达他们的愤慨和失望？逃吧，我们伟大的国王！还有没被蒙古人占领的地方可逃呢？
到了他再也无处可逃的时候，您期待的决战自然会到来的。已经无心恋战的国王，同蒙古军一经遭遇，便溃不成军，狼狈地逃到了海边一个非常荒凉的岛屿上。上天保佑我，不要抛弃我。国王的病好些了吗？他得的好像是泪膜炎，腹水越积越多，高烧不退，有没有药？恐怕……那就不必告诉他了，让他安安静静的走进天国的花园吧。又有什么坏消息吗？成吉思汗派他的3个儿子正向我们旧都的那个地方进兵。这倒是意料之中的事情。还有，古城堡陷落了。什么？那太后、王妃、公主还有王子们呢？太后、王妃、公主们做了这边的俘虏，几个小王子已经死了。天哪！父亲，父亲，父亲，父亲！他一定是听了刚才不幸的消息，过分的伤心。我就要死了。父亲，您不要伤心。先死的亲人在天堂的花园里等着我呢。对后死的亲人，我在天堂的花园里，在那里等着他们。我们一家就要团聚了。我一生征服和统治过多少辽阔的土地啊！可惜，却没有1寸土地可以安放我的坟墓。我只好葬在这个小小的荒岛上了。也好，每天都有海涛声给我奏哀乐，每天都有海。父亲，我的孩子，我告诉你，立你的弟弟为王储，是太后的意思。我一定尽力辅佐弟弟。亲爱的孩子，不是父亲不疼爱你，可除了你哥哥，没有人可以光复我的基业，所以我要立你哥哥为国王。您放心吧，我一点也不怨恨您，一点也不怨恨哥哥。好了，你们有了新的国王。就这样，国王结束了他既有光荣又有耻辱的一生。没有国王的仪仗，没有哀乐，甚至没有哭声，因为他们怕惊动了追击他们的蒙古人。最悲惨的，连国王自己也不会想到，他连个葬礼都没有，只有黄沙盖脸。不过，他总算不再终日担心蒙古马的追击了。他静静地躺在了后来竟被海水吞没了的这个小岛之上。他的后代们，无论是赞美和诅咒，都找不到他埋葬过的地方。走吧，我们要在成吉思汗的3个儿子还没有到达我们的旧都之前赶到那里。驻守那里的10万兵马和100万民众，是我们战胜蒙古人、光复我们社稷的希望。哥哥，哥哥，什么事啊？禀告国王，你的弟弟刚才报告说，国舅和皇亲诸汗们正在调集人马要来杀你。啊！弟弟，这是真的吗？他们说
富汗立你为国王不合法，所以要杀了你，立我为国王。可是父亲说过，除了你，没有人能光复救国。好弟弟，我的好弟弟。国王，城里兵马全是国舅的人，他们要在鸡鸣时动手，我们只有马上动身离开这里了。走。如果没有这些守旧的皇亲诸汗发动的内讧，没有赶走比他的父亲更有胆有识的新国王，也许在这里发生的这一场战争，会有另一种结局吧。成吉思汗在进军受阻的同时，已经聚集起10几万人马。渴望雪耻的国王终于举起了复仇的战舰。他的对手是世吉忽图忽率领的3万兵马。哎呀，他们怎么那么多人呀？哼，即使他们人再多，我们也是多数。打吧！哪怕是少数，为死难者复仇，这一仗也要打。何况你看，他们已经进入了脸盆一样的地势里，根本无法展开队伍。他们的新国王，咱们试一试大汗的套现战法，抓住新国王，我们就完全胜利了。我们活捉他！冲啊！在这场力量悬殊的大战中，蒙古军的3万兵马几乎全军覆没。世吉忽图忽只带领100余名将士逃出了重围。我给你的3万人都死了。大汗，你杀了我吧！是我指挥的无能，才让敌人把我打败。我有父母亲可伦的养育之恩，你杀了我吧！不，世吉忽图忽，你是母亲的养子，没有母亲的话，我是不能杀了你的。母亲。是啊，母亲已经被长生天招去了。那就让我去陪伴他老人家吧。那里已经有博尔忽和赤温侍奉他老人家了。我能做的是，把他喜欢的亲人一个一个完整无缺的带回去，带到他的灵前。大汗。好了，你们带我到战场去，我要去祭一祭那3万亡灵。世吉忽图忽，你知道为什么失败了吗？你先来看看这里的地形。你的失败是没有很好的选择地形啊。地形怎么了？步兵打仗适合聚在一起排成方阵，骑兵适合分散成3355、45的小队，这样才便于分合进退。
我打仗的时候，百骑环绕，可裹万众；千骑分张，可营百里。你在这种盆一样的地形里，3万人簇聚在一起，还能不被包围歼灭吗？看来，大汗的本事，我一辈子也学不到手了。那你就去当好你的执法官，以后不要再领兵打仗了。同我一起放过穆的弟兄们，同我一起打过蔑尔乞人、塔塔尔人、扎达兰人、克列布人、乃蛮人的弟兄们，同我经历过千百次征战的兄弟们，你们壮烈的倒下了，带着你们昔日的战功、蒙古勇士的荣誉，倒在了这里。光荣的像蒙古男人追求的那样，到底是躺在战场上了，客死他乡，埋在他乡。愿你们的灵魂安息吧。窝阔台王爷，多带钱货，这些尸体拉到哪儿去啊？前面有个沙窝子，准备埋在那儿。怎么掩埋的这么草率？为什么不挖个坑？回三王爷的话，这几天攻城的人死的太多了，如果挖了坑再埋，尸体怕臭了。这位温叔叔啊，你去一趟富汗新营，如实将这里发生的事禀告给富汗吧。好的。我的3个儿子真能干，7个月打不下一座孤城。他们是马奶酒喝不够，还是手扒羊肉吃不够？其实，我军曾2次攻进城中，甚至还抢占过河上大桥要地。可是我们遇到的敌人十分凶猛，他们同心协力，拼死抵抗，誓不相让。既然敌人可以同心协力，我们就不能万众一心，志在必得吗？大汗，赤勒温将军可能有难言之隐吧？赤老温，你父亲，还有何达安，都是我的救命恩人。说吧，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大汗，朱赤和察合台兄弟不和，他们各持己见，各行其事，往往是相互掣肘，部下也是无所适从啊。还是为了继承汗位的事吗？这我不知道。大汗，这件事臣倒是偶有所闻。大汗已经把旧都地域封为朱赤王爷的汗国，所以他主张广施仁义，希望敌人起降，为他自己保留一个完整的都城。而察合台王爷的汗国并不在那里，所以目的在于破城劫掠财物。对于这座城市的毁誉存完全不顾，所以投降就接受，不投降就消灭，这有什么可争议的？世纪胡德胡在，你随赤勒温一同到旧都那里，宣布撤掉朱赤的统帅职务，由窝阔台担任统帅，限期1个月之内，必须给我拿下旧都。是。富汗，穆哈图汗在交战中阵亡了。你说谁？察合台尔哥的儿子和继承人穆哈图汗。他在哪儿？尸体已经拉回来了。
呼喊。把他送到我那里去，不要让风吹着他，不要让阳光晒着他。传令下去，即使这座城是大海洋，我也要用黑土把它填平。我要把这里变成沙漠，不让这里再长出任何有生命的东西。是。攻夺，弩机换火箭，对着油锅射。放！烧城门！撞碎城门！撞碎城门！被你抱出来了，走！主持，这一别，不知何年何月再见了。从这里到蒙古草原，最快也要走上半年。母亲的老人家年纪大了，我无法在她身边尽孝了。我们马上要和大汗会合了，你想带几句话吗？我能说什么呢？我是太令他老人家失望了。我是个不成才的儿子。这回也好，我离他老人家远一点，省得惹他老人家心烦。你们走吧。
成吉思汗任命窝阔台为前线统帅1个月后，蒙古大军如期攻克了敌人的旧都。按照成吉思汗的旨意，他的长子朱赤留在了这里，永远留在这远离故乡的城市。傅汗，傅汗，敌人已经越过了大河，逃离了这里，准备甩掉我们。你马上率领前锋部队，以最快的速度追上去，咬住他们。是。怎么？为什么还不赶快走？二哥他们已经从前方胜利的回来了，就在帐外等候。快让他们来见我。那木阿图干的事呢？瞒过今天，也瞒不过明天，还是把木阿图干的事告诉察合台吧。叫他们进来吧。是。傅汗，儿臣凯旋回来了。什么？你们凯旋归来了？你们兄弟之间就像公羊一样的角斗，7个月拿不下一座孤城，死伤了多少蒙古勇士？哪个没有父母妻儿？我回去以后怎么向他们交代？儿臣有罪。还有，按大扎萨令上的规定，攻下城镇凡所获财物百姓一律充公，统一分配，给参战者和不参战的诺言将领。你们却私分城郭，百姓既没有分给其他将士，也没有贡献韩秦。你们忘记了阿拉坦和呼查尔的教训了。儿臣有罪。窝阔台，你这个样子，我把韩国交给你，怎么放得下心？察合台，你将来要远离3河源头，在自己领地做国王了，你究竟配不配？傅汗，是不是你们看我老了，自己的翅膀硬了，我的话你们就可以不听了？尤其是察合台，像一匹没有带过龙头的野马，不听调教。儿臣不敢，儿臣就是长到80岁，也不敢不听傅汗的教诲。真的吗？真的。那好，我告诉你一个坏消息，你可不许哭。是，不哭。你在你的儿子里选一个继承王位的人吧。你的长子木阿图干，他死了。我的儿子。您答应过帮我照顾儿子，您答应的，傅汗。我说过，不许哭。马上准备随我出征，为我孙子报仇。去吧。是，傅汗。哎，二哥，二哥，二哥！木阿图干，木阿图干！
去，叫他们不要唱这种动摇军心的歌。士兵们离家已经3年多了，有点思乡之情也不足为怪。想家就跳跳舞、摔摔跤嘛，还不快去？什么人？托雷王爷的信使要面见大汗，有重要军情禀报。跟我来。哎，什么人啊？托雷王爷派来的信使要见大汗。去吧。走。大汗，托雷王爷已经查明，我们的敌人已经把全部物资装到船上，准备明天全军顺河逃离这里。传我的命令，熄灭火把，连夜出发，就是把战马跑死，也要把他们堵住。决一死战吧！英勇无敌的士兵们，让他们领略一下我们手中的马刀吧！冲啊！父汗有令，不许放箭！国王，冲啊！
让他成为这样的英雄。他今天死里逃生，将来一定能成就许多事业，也要惹出许多乱子来。陛下，快走！快！射死他！慢！我要杀一个受了重伤的英雄。谁有能力在战场上抓住他，谁就是真正的男子汉。先生，这几个人死于什么病？请察克代王爷进一步说话。这种病叫斑疹伤寒，病人高烧、头疼、周身发软、眼里充血，身上会有斑疹，这是由人身上的虱子传染的一种瘟疫。很厉害吗？任其蔓延，可使全军覆没。有这么严重吗？本来只要消灭了人身上的虱子，就可能切断传染之媒介，但蒙古的大扎萨令里明文规定，不许洗晒衣服。这就难办了。先生，总要想个法子。我预先存了一些药材，请二王爷按我写的方子把它速速取来，也可做到防患于未然。好，那就请您马上给我写方子，我马上派人去取。请。真人，成吉思汗仗义之师，理应吊民伐罪才是。可是战端一开，仇恨愈深，铁骑过后，玉石俱焚呐。只是苦了背井离乡的蒙古士兵和这一方无辜的百姓。这正是耶律楚材极力举荐真人西行的原因之所在。那就烦请阿海公带我去前线，向鸡权大汗回师如何？阿海冤枉。到了这个时候，他还想继续远征，我真怕他的身体受不了这种奔波劳碌。这有什么办法？他日夜思念的长春真人已经赶到这里了，他都不肯班师啊。得想个办法。拜见呼兰妃和二位先生。多代前后，这是从哪里来呀？从前方回来，向大汗奏报军情。我有个主意，多代，你过来。我们没有找到他的下落。大汗，那地方热得像烧牛粪的炉灶，士兵们热死了10几个，所以多布黑申诺言派我回来请示大汗。有件怪事儿，不知道该说不该说。什么事？在我回来路过铁门关的时候，忽然听见一声吼叫，我抬头一看，对面山上有只怪兽。什么样子？怪兽？鹿头马尾巴，身上长鳞，五颜六色的，头上长了一只犄角。我这辈子怕过啥，就带人包抄了上去，想抓回来给大汗瞧个新鲜。抓到没有？别提了，我正要举刀砍他的后腿，忽然那怪兽2条后腿着地站了起来，像人似的那么站着，站起来足足有1尺高。后来怎么了？一下就不见了。你胡编的吧？奇怪，太奇怪了，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呢？你说什么？我这几天净做怪梦，也梦见过怪兽。长胡子，你听说过这样的事吗？这个怪兽是什么？听师傅他老人家所言，传说中有此兽，能日行18000里。它的出现可能预示着危险。这个嘛，以我看来是上天的意思。
帝王乃天之骄子，为了使其福寿绵长，苍天按蒙古人的说法，即长生天，常以异象示警。尤其大汗是手握凝血而生，自然与长生天息息相通。怪兽的出现是上天派他来告诫大汗的。那长生天要告诫什么？让大汗尽早班师。最近不少将士得了斑疹伤寒，是不是也是长生天的告诫呢？极有可能。那依你之见呢？陛下应即刻派人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备礼祭祀，并即日下诏班师，顺承天意，保护人命，陛下方可享无疆之福啊！这话有什么凭证？韩兄，你不必相信。狄首领现在还没有捉到，突然班师不是养肥老虎，留着以后再伤人吗？父汗，我的长子木阿图干不能白死，请您给我一支队伍，让我去追捕杀子仇人，为木阿图干报仇。你懂什么？难道你忘了，去年长胡子说10月15日将有月食，应验了没有？前年在天山6月下雪，长胡子说是克敌之象，应验了没有？大汗，谁也不要再说了。耶律楚材先生，请你替我去铁门关祭祀异兽，回来后马上见我。是。你们都退下吧。是。公元1224年夏天，远征4年的成吉思汗终于回到了草原。那呀，阿将军，在。大汗有令，请你让中军立即扎营。是。停止前进！停止前进！大汗，大汗，大汗，他给谁带孝？大汗，他是木华黎国王的儿子，木华黎国王病故了。大汗。敌未灭，大将先死，长生天不再保佑我了吗？告诉我，你父亲年富力强，比我要小得多，
他怎么会死？怎么会死了呢？大汗，几年来，木华黎国王与汉军诸万户偏师经营中原，河北之州郡方能皆为我所有。今年初围攻金朝重镇凤翔，眼看即将破城了，可西夏援军突然私自撤退，致使功败垂成。木华黎国王忧愤成疾，不久便一命归天了。又是西夏被蒙。岂止如此，西夏见木华黎国王病故，大汗主力远征，一同经订立盟约，还暗中联络草原诸部，要与大汗抗衡。西夏王，你会受到惩罚的。大汗，现在是谁的话也听不进去了。让他去吧，这样对他会好一些。这么多天，他一直这么沉闷。说实话，我要紧吗？只要安心静养，大汗一定会复原如初的。又是安心，又是静养。大汗，明天我们办事回草原吧。不，叶遂，你不要劝我了。那好，就按大汗定的规矩，明天召集库里台，由诸王、诺言们共同议定，好吗？参见父汗。都坐下吧。大汗昨天围猎摔伤，夜里高烧不退，我军禁止去留，请大家共同商议吧。韩兄，我主张先退兵。西夏百姓住在有城有房屋的地方，他们不能把背负不动的营地像牧场一样移走。等韩兄身体康复之后，再来收拾他们嘛。我赞同二叔父的主张，父汗的身体至关重要。大汗已经63岁了，常年征战，受了不少战争风霜之苦，该过几年安稳日子了。大汗不就是个西夏吗？根本不必劳您亲征。您回草原养伤，我们有套匹马的功夫，就把西夏王给您抓回到草原。大汗，大家都劝你回师呢。不。自从44年前我征讨蔑尔契人以来，大小数十战我从来没有无功而返过。西夏王本来就说我们气力不足，如果我中途退了兵，他们更要耻笑我胆怯了。大汗，大丈夫不争一时之长短吗？父汗，大汗，大汗，大汗，父汗，大汗，大汗，大汗。好，坐下吧。不过，即使撤兵，也不能长了西夏的威风。我要就地扎营，派使臣去西夏，要他们投降。西夏王
并没有如成吉思汗希望的举手投降，而是对他派去的使臣说：“与心如虎狼的蒙古人无何可言。”于是，历时1年半的战争终于开始了。